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俗语眉毛一根长胜过万担粮。眉毛变长到底意味着什么？长寿，从古至今不知多少人为其付出心血和努力，尽管得到的答案似乎总和命运相关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再努力也白搭。但相信就算在过去千百年，大家对于延长寿命的探索和研究也不会停止。想要长寿，最起码得知道长寿的特征是什么。在古人孜孜不倦的努力下，他们发现眉上一根长者大多长寿，也就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句俗语：眉上一根长，能抵万担粮。眉上一根长，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那么与眼睛形影不离的眉毛，或可比作窗帘。眉毛又称为眼眉，在一个人的面部上占有重要位置。客观地分析一个人相貌如何，主要看其五官精致程度。换句话说，五官是否对称，是否具有鲜明的立体感，棱角分明或者模糊可爱。眉上一根长该如何理解？众所周知，大多数俗语诞生于市井民间，也就是说，创造了它们的人本身并没有多少文化，故而其所描述的文字很多时候具有一定的歧义。比如一根长指的是什么长？是整条眉毛长，还是眉毛中的一根毛长？又或者只是一边的眉毛长，那双眉不对称，岂不显得非常难看？眉毛与面相。在说眉毛与传承千年的相理学有何关联时，咱们先来聊聊面相。相，以稀为贵，稀者清，奇、古、怪、秀也。何为清？自然不是高冷，而是看起来举止端庄，谈吐非凡，让人一眼看去便犹如清风拂面。何为奇？神态清奇，气宇轩昂。比如刘备当初第一眼见到诸葛先生时，便觉得这是一位奇人。何为古？主要在于气质，古朴纯真，举手投足之间风度翩翩，神完气足。何为怪？在千万人之中只看你一眼，便在难以忘怀。至于秀，则指眉清目秀，英俊潇洒。不可否认的是，长相秀丽者的确让人看着更加顺眼。上述这些都是贵相，而要拥有这些贵相，眉毛在其中还真就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存在。周易有云：行之有余者，头顶圆厚，腹背丰隆，五岳朝起，肉腻骨细，眉秀舒长，精神抖擞，此谓行有余者也。行有余者，长寿少哉，有富贵之容矣。与之相对的还有薄相，头顶肩薄，额窄低平，腰低胸陷，鼻仰而反，一眉曲一眉直，颜色萎顿，难做女生等等。这些在相理学中被称之为形之不足者，容易多疾而短命。可见眉毛之长短，形状竟关乎寿命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玄学并非正统学问，不管是贵相还是薄相，在如今这个医学发达时代，都是可以改变的。身体不好也无需怨天尤人，只要好好调理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都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寿命。用当下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，便是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在古人看来，眉上一根长，能抵万担粮。万担粮代表着巨大的财富，而眉长则可以理解为长寿。换而言之，千金难买人健康。这对于当今时代的诸位来说，也是值得铭记的道理。钱没了，还可以再赚，但若人没了，一切休矣。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眉毛中15大忌吧。眉毛16忌。粗眉。男人眉毛较粗，女人眉毛较幼，这是正常的。因眉毛粗代表侧重于做大事，眉毛幼则注重生活细节。但如果男人眉毛幼，则代表男人心细如女人，喜欢注重生活琐事，做家务，打理生活细节。如果女人眉粗，则代表女人喜欢外出交际应酬，而置丈夫而不顾。但如果眉毛过粗，即眉形也过粗，男人代表好色，
怕老婆，一生会有一次牢狱之灾，同时也只会配比自己年龄大的老婆。女人眉粗，则有男子汉的气概，做事积极主动，有领导才能，婚姻上易嫁少夫，但眉过粗则代表粗心大意。二、高低，东方人的眉与眼之间的距离一般都比较阔，而西方人的眉眼距离则一般都比较窄。眉眼之间的扩窄是田宅宫，看家庭缘分厚薄的位置。东方人眉眼距离大，代表注重家庭观念；西方人眉眼距离窄，代表家庭观念薄弱。眉高也代表对玄学有感觉，眉低则实事求是，为人比较实际。当然，西方人有眉高的，东方人也有眉低的，看法一样。又眉长得特别高的人，其成就要来得早。相反，眉太低压木，相书上称为鬼眉，主要有偷窥倾向，且其人智力不佳，心胸狭窄，记仇，不是一个好的朋友。三、散，眉毛散乱，感情就迷乱；眉毛散乱，做事就不稳定，而且早年的运势也不平顺。所谓散是指眉毛稀少。从面相的角度来看，这样的人性情较稳健，知识较丰富，但往往缺少进取心与指导性。四、乱，眉乱心也乱。乱眉指眉毛长得杂乱无章，并且眉毛不是贴着眉骨而长，这样的人理解能力低，思考能力差，而且这种眉毛的人智力也很一般，所以很难在社会上获得成就。如果眉乱再加上眼睛无神的话，则一生贫困。五、短，眉短是指眉形比眼睛短，这种人性格急躁，遇事喜欢速战速决，不喜欢拖泥带水。如果眉毛贴眉骨而长且顺而不散乱，则其人判断力强；如果眉毛粗而丰又杂乱无章，则其人性急心乱。有眉短一般兄弟少或与兄弟无缘。六、素，眉素与眉短不相同，眉短只是整条眉形短，但眉头眉尾完整；眉素则有头无尾，整条眉毛好像被切掉了一段。眉素与眉短克夫大致相同，唯一不同的是眉素克地。眉素之人大多没有弟弟，就是有也生离死别。七、交，眉交是两条眉毛连在一起，且互相对方眉内，像交战一样，称之为交眉。眉交的人大多是兄弟反目无缘，朋友运也不佳，心情常乱，遇事犹豫不决，且偏听女人之言，一生常有色情之灾。如果眼有神，眼睛黑白分明，则可以控制自己以避免。有眉交及眉亲印堂，代表此人性格过于悲观，遇事往往记在心里，不能解脱。八、连，眉连与眉交都是眉毛侵入印堂之内，以致两条眉毛连在一起，但眉连要比眉交要好一些。眉连的人不会兄弟反目成仇，朋友无情，只是同样属于厌世悲观，遇事不能放开。九、黄，眉黄是眉毛枯黄的意思，但如果是外国人之金色，而不是干枯式的黄，便没有问题。眉毛枯黄代表身体虚弱，且运不佳，尤其在运行眉运时。此外也代表兄弟无缘，朋友无助。十、薄，眉薄是眉毛很弱的意思，这种眉形的人兄弟少而缘薄，但其人思想细致聪明，但要注意的是有没有散乱和断眉的情况，如果有的话，可参照眉散乱和断眉的方法判断。11、破，眉破代表眉毛可能因后天因素引起眉毛受损而出现的眉破情况。眉破代表有一兄弟很早生离死别，也代表手艺断一伤。12、缺，眉缺的意思是眉毛突然有一部分没了眉毛，缺了一块，意思和眉破相同。13、断，眉断是指眉毛中断不连在一起，可能是先天生出来就是这样，也有是因后天意外造成的。眉断眉毛破缺的意思一样，子孙较为严重一些，如后天以为引起的眉断，断左眉男性多在1岁、10岁、19岁，如右眉断则多在7岁、16岁、25岁，女性则左右相对调。14、
逆生，眉毛逆生是指眉头部分倒转往印堂方向生长，这种眉毛代表其人不善处理感情。如果只有左边眉毛逆生，代表30岁之前不善处理感情及父死不能送终；右面则代表30岁后不善处理感情及母死不能送终。如果左右眉毛皆逆生，则一生不善处理感情及父母死皆不能送终。15. 竖眉竖即是眉毛不是贴着肉而生，而是一条一条竖起来，这代表其人思考能力差，每每行事冲动，不喜欢以理服人，而喜欢武力解决问题，所以一生常有祸事官非。又其人行为粗鲁，不够温柔，不是一个善于体贴爱人的好丈夫、好妻子。眉相看命运，每个人都有眉毛，虽然在五官中的作用比较小，但是在面相学中却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性格、运势以及精气神。所以一般在分析一个人的面相时，就一定会注意这个人的眉毛，而且不同的眉毛也象征着不同的财运。那哪些眉相的人容易破财，哪些眉相的人容易发财呢？小酱汁老师今天给酱友们讲解一下。5种破财眉。交连眉。所谓的交连眉，就是指眉毛相连在一起，中间的印堂位置被覆盖，而一般拥有这样眉形的人，心胸非常的小，没有度量，为人小气吝啬，常常喜欢对自己身边的人斤斤计较，从而导致这样的人财路非常的狭窄，而且事业运势也会非常的差，没有大的发展，只能抠抠缩缩一辈子。黄脖眉。眉毛生得太过稀疏浅薄，明显表示了这个人很情绪化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更是个神经过敏的人，喜怒无常。但若再加上眉毛不是乌黑色，而是棕色或绯黄之败色，这便是犯上了6害眉中的黄脖眉了。黄脖眉的人一般不会念亲情、友情和爱情，且工于心计，利害得失之心非常重。但可惜上天并不会体恤这种人，将会赐给他绝望与孤独的人生。交加眉。所谓交加眉，是在眉的中间或尾部另岔开了一条眉毛，有点像个叉子，又像2条眉毛交加在一起。有这样眉的人会在人生的路途里饱受亲人挚爱的生死离别之苦，性格飘忽，东摇西摆。如果作为女性，在感情上的离离合合往往会特别的多，如若眼再生的不好，便连累到婚姻也会不稳定了。半截眉。眉不盖眼，财散人离。眉毛如果不能遮盖住眼睛，生意会投资失败，往往会消耗大笔的钱财，感情也会坚持不到头。在现代都市环境，传统的礼教都没落的情况下，夫妻一方眉毛比眼睛短的，往往走不到婚姻的尽头。重压眉。重压眉即眼眉特别粗浓，而且眉低压目，眼睛和眉毛距离近，眉眼之间的田宅宫给浓眉所遮盖了，这种便是6害眉之中的重压眉了。4种发财眉。龙眉。龙眉特征是眉头圆，整体弯而向上，眉尾聚拢长过目，色彩明亮有光泽。有这种眉毛的人，就如人中之龙，一生能大富大贵，出类拔萃，不管做哪个职业都能够出人头地，成为人群中最亮眼的那一批人。剑眉。俗话说的剑眉是心目中的健美，也是一种相当好的眉形。有这种眉毛的特点是毛长而浓，但不粗烈，眉尾整体向上翘起，有一种凌冽之感。有这种眉毛的人最适合从事武职，能声名远扬，名声大振。清秀眉。清秀眉整体眉深不宽，眉毛不粗不细，不浓不稀，但整体依然眉长过目，清秀有光泽。有这种眉毛的人聪明通达，一点就通，在职场上能做到游刃有余，不会得罪人，未来大好。虎眉。虎眉的特点是眉头很窄，而眉尾宽而不散，整体浓密有势。虎眉的男人最有气概，有胆量，会挑战，能手掌重拳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。和剑眉一样，虎眉的人也很适合从事武职。其他眉相命运如何？长眉。在面相学中，长眉可是属于吉相，一般认为眉毛长的人大体上都比较宽宏大量，也颇有远见，而且比较细心，做事特别细致，少出差错。其人性情温顺优雅，会理解别人，因此人际关系也极佳。
兄弟之间相处和睦，并且会特别受到双亲的宠爱，也不会为钱而感到困扰，一生的经济状况良好。2. 短眉，短眉就是所谓的眉短不过目。在面相中，短眉之人大都比较以自我为中心，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先行。他们的上进心不是很强，一般个性都较为倔强，属于激情型的，难免急躁。与家人之间相处多矛盾，通常生活在自我的世界之中，人际关系并不是十分的圆满。不过他们也有其优点，就是意志会比较强，想要事业成功、财运丰厚的话，就该克服环境或性格，靠自己的努力奋斗。3. 浓眉，眉毛浓就代表身体的健康状况十分良好，会给人一种精神抖擞、极具威势之感，个性稍微有刚强傲慢、顽固的倾向，一意孤行，也以感情用事，待人不够谦虚诚恳，喜欢独处。他们往往为自我中心主义者，自我意识比较强，认为自己处处比别人强。工作方面对别人不太放心，都想亲自动手，可以自己做就自己做，而且做事容易武断，疏忽了该留意的细节，而发生偏差，导致一生困难较多。4. 淡眉，淡眉之人是脚踏实地的典型人物，做事一板一眼，很稳健，缺乏上进心与领导力，比较害怕变化，难于适应新环境，工作较少转换，不至于有什么劳苦功高，但也小有成就，但欠缺家庭运。但如欠亲缘，则可享儿女运；反之，欠儿女运，则反之有双亲运。他们反应不快，心思也很简单，固然意志不坚，又欠计划性，但却具有能言善辩的技巧。因他们缺乏魄力，一生过着平凡的薪水阶层最理想，不太适合当老板或者领导、主管等。5. 粗眉，眉毛看上去较粗且多，有这样眉相的人，各个方面都富有积极主动的态度，非常活跃，敢于冒险，比较有男子气概，但较为高傲，个性倔强，为人处事也是我行我素，不太信任别人。由于对有些事物看得并不透彻，想得并不周全，所以即使起初有好运降临，到头来也可能会失败。不过凡事能按道理进行，以及稍改个性的话，就有可能会获得成功，并且财运滚滚来。6. 一字眉，所谓一字眉，就是眉毛处呈一条直线，长得比较秀气，形似一字之状。一般而言，具有此种眉形的人，大都是少年优良且气概非凡，又富斗志，志气宏远之人。原来一字眉的人在现实中大都担任独自经营的董事长，他们为人耿直，不受四周的影响而独断独行，所以第三者看来未免操之过急。不过个性较刚强，所以一般意志力亦或是承受力都是比较强的，做事颇有原则，一以贯之，一丝不苟，颇有魄力，可以胜任一些挑战性较强的工作。对于女性而言，她们多是外柔内刚之人，对己要求严格，对错分明，并且很有魅力。他们在结婚后外出觅职，反而会令家庭生活幸福美满，夫妻之间情谊较深，而且长寿。7. 月眉，所谓月形眉，顾名思义就是长得像星悬月般，又清又秀的眉毛。具有此种眉相之人，生性宽厚，人见人爱，很得人缘，兄弟姐妹之间也非常的团结，性情温柔含蓄，而且感情细腻丰富，考虑周到，思虑深远，感觉敏锐，尤其的聪明，有蛮高的领悟能力与实力，并且人品也好，让人敬佩。8. 柳叶眉，顾名思义，其眉毛的外形呈现如柳叶般的弯曲，线条比较漂亮，通常较为女性化，也以女性拥有此眉者居多。有此种眉相的女性，一生在双亲或丈夫的亲情围绕下度过，心肠软，个性温柔。若男性有此眉，代表他们较具有艺术天分，大都在艺术方面较活跃。有此眉相之人，大都生于富裕家庭，在个性上大都表现得比较细腻且敏感，多愁善感，属优柔寡断型的。性格上的特质则具备了忠信可靠的优点，对朋友真诚取信，但不大善于经营其他的人际关系，也不怎么会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，所以与亲戚之间的情分比较疏远且冷淡，而且都有晚婚的倾向。成家生子较晚，也可能在中年以后才会成功发达，有名气。9. 三角眉，三角眉指眉形好像呈现三角形之状，比较男性化的一种眉。具三角眉之人通常气势都比较强大，精神抖擞，意志坚强，
很有自信与志气，胆识过人，对经济及数字的计算有极敏锐的反应力。面对困难，总要想方设法去克服解决，不怕遭遇挫折，刚毅果决，而且有耐心的贯彻始终，具有开拓精神。个性虽固执，但成功的几率也颇大，会是个蛮好的企业开创经营者。霉相的好坏只是影响一个人运势的一小部分，具体还需要结合八字、风水、姓名等多方面因素来看。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学习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